万科再获输血，深铁又借 5.19 亿，左手倒右手，能救得了万科吗？深铁这2年借给万科的钱都快够买下半个万科了，股价怎么还在跌？7月21日晚，万科发了条公告，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又要借给万科 5.19 个亿，用途是啥？还债。搁以前万科几千亿的盘子，5个亿洒水，但你要是知道万科现在啥处境，就知道这5个亿有多扎心。万科到底怎么了？堂堂地产一哥，怎么沦落到大股东隔三差五掏钱救急？先捋一捋深铁这2年给万科打了多少钱？2025年全年，深铁集团向万科提供借款超过300亿元，你没看错，300亿，这还不是全部。进入2026年，深铁继续加码，1月27日借了 23.59 亿，6月12日又借了 11.4 亿，加上这次 5.19 亿，年初至今，深铁累计向万科提供借款已经超过40亿。深铁这几年往万科身上砸了超过340亿。340亿什么概念？足够买下2个 A 股上市公司。更关键的是，深铁自己也不是什么土豪企业，它是一家负责深圳 90% 以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的国企。截至2025年底，净资产也就2905亿，借给万科的340亿，占了自己净资产的 11.7%。那万科到底惨到什么程度，需要亲爹这么砸钱？先看业绩。7月10日，万科发了业绩预告。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120亿到150亿，去年同期亏了119亿，亏了1年还不够，今年接着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去年能卖100块的房子，今年只能卖46块。万科自己说了3个原因：第一，房地产项目结算规模大幅下降，毛利率还趴在地板上；第二，行业环境不好，又计提了一大笔资产减值；第三，部分经营业务和非主业投资也在亏钱。一个曾经年销售额6、7千亿的房企龙头，如今半年亏掉150亿，这画面惨到不忍直视。再看债务端，4月到7月是万科今年的偿债高峰，公开债集中到期，规模112.7亿元 5.19 亿。这笔借款就是用来还这部分债的。自2025年11月起，万科已经对10笔债券发起展期，并且全部通过了2026年内的公开债，全部完成了一次展期。但问题是，展期不是不用还，是晚点还。从2026年12月开始，前期展期的债券要陆续再次到期。首轮展期的时候，万科给了 40% 首付和小额兑付的条件，债权人还勉强接受了。但到了2次展期，债权人的话语权会被明显削弱。有机构投资人说的特别直白，深圳国资难以持续大规模输血，万科大概率还是得进入债务整体重组，甚至启动破产重整程序。什么意思？借钱续命，续得了一时，续不了一世。这次借款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节点，万科董事会正在换届。7月10日，万科公布了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，现任董事长黄丽萍，董事雷江松，继续留任新面孔黄宇、徐恩利、姚飞、朱志强，全部具有深圳国资背景。其中黄宇已经在本月履新万科总裁。简单来说，万科的董事会正在全面国资化。7月31日，万科要开股东大会审议换届方案，而就在换届前夕，深铁又掏了 5.19 亿，这是巧合吗？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。深铁集团作为深圳国资的代表，正在从财务支持走向全面接管，钱给到位了，人也要安排到位。咱们算一笔最简单的账，5.19 亿，利率 2.29%， 期限3年，听起来挺美，对吧？但万科一年亏120亿到150亿，5.19 亿只够亏半个月的。就算加上2026年已经到账的 45.28 亿，加起来50亿出头，也只够亏4个月的。而且这钱不是拿来搞发展的，是拿来还旧债的，借新还旧，拆东墙补西墙。有句老话叫救急不救穷，深铁现在做的是既救急又救穷。但问题是，深铁的钱也不是无限的，深铁净资产2905亿，看着不少，但那是净资产，不是现金，能拿出来借给万科的也就那几百亿的额度。说到底，深铁借给万科的每一分钱都是在用时间换空间。借 5.19 亿是为了让万科能还上这月的债，再借 11.4 亿是为了让万科能还上下月的债，不停的借，不停的还，直到有一天，要么万科自己缓过来了，要么所有人都撑不住了。万科说自己要聚焦化险和发展2大任务，要盘活存量，退出非主业，聚焦重点城市，听着很有道理，但做起来比说起来难1万倍。
房子卖不动，什么战略都是空谈。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，万科作为曾经的行业标杆，如今深陷亏损泥潭。深铁集团的持续输血，短期内稳住了万科的流动性，但长期来看，万科需要的不是输血，是造血。353亿砸下去，万科的股价还在跌，5.191到账，市场的信心还没回来。借钱能解决的问题，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万科什么时候能自己站起来。